800年前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吃什么，用什么？中间这个是什么？腌制的咸鸭蛋。啊？他上船的时候居然带了20头猪、4头牛。他是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技术总监、南海1号保护发掘项目领队孙健。这是工作的场景。对对对，感觉像度着假就把工作完成了。有误区。这个手势您猜是什么意思？这我要，就是这个意思。真的吗？是的。不说不知道，知道以后觉得好传神哦。南海1号从发现、打捞到发掘、保护，历经30多年，直至2019年8月。船货清理最新取得阶段性成果，到现在为止清出的货物182000件，近200件的金器，银锭我们出了7000两，这条船上的铁器的数量，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个数字。沉睡800年的南海1号出水，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更见证了我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飞速发展的30年。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海上丝绸之路800年前人类文明交往的一个标本。你会选择南海1号当中的哪一件文物作为最重要的一件？南海1号沉没的原因。到今天为止，我们怎么来看待这条船？本期演讲者孙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云南白药气血康植物补益改善神倦乏力，感谢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这期开讲的主题，年轻人一定也非常感兴趣，考古，但是跟我们之前开讲过的考古又不太一样。问你们一个名字，你们如果听过的，不管你了解不了解，这个名字但凡你听过的，就请你举手示意。南海1号，你看，实际上我们或多或少都接触过关于水下考古的信息。我们说到的这条南海1号是宋代在海上丝绸之路运送货物、进行文化和物资交流的一条沉船。是中国水下考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究竟中国的水下考古今天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水下考古专家他们又会遇到哪些有意思的事情？让我们掌声有请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技术总监、南海1号保护发掘项目领队孙健，有请。孙总监您好。欢迎您来到开讲。谢谢。谢谢大家，请坐。考古学家出场，跟其他的领域的专家确实不一样。就您永远有什么不一样？您永远在找东西。没有。但是，一般是陆地考古的专家喜欢到处学么东西。对。这个水下考古，我们叫水下考古，是考古学的一个部分，只是工作环境不一样。但是方法上仍然可能还是有区别。对，那当然。比如说，一说到陆地考古专家，大家可能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您最近又挖到了什么，是吧？但是如果要是问水下考古专家，可能大家问：您最近捞到了什么？有误区。哦，实际上就是田野，我们叫田野考古工作。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不是挖墓，
基本是做调查和遗址，挖墓往往是迫不得已。其实水下也一样，我们不是去捞沉船，但是更多的像遗址啊，或者说跟人类活动有关的这种遗迹，这才是我们关注的。当然，沉船是一个组成部分。捞只是一个手段。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在西沙工作的场景。对对对，在华光礁。羡慕吧？感觉像度着假就把工作完成了，潜着水。但实际上，真实状况没有大家看到的这么浪漫。这是因为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所以选了几张水下环境稍微清澈透明的，非常非常好的了，非常好的。对，基本上没有。很多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基本是靠摸，像盲人摸象一样摸过去。就是正常海域的能见度都很差，差才能留下来。如果好的话，很容易就被盗捞了。这个也有盗捞的，就跟盗墓一样。多，非常多，跟陆地比的话，一样的严重，而且更难进行就是控制和保护，因为它远离这个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嘛。从这个南海1号这个打捞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您觉得挺有意思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都是一样的，甚至往往有一些能够阐释这个当时那种生活状况、生活资料，看着很不起眼的东西，比那些很贵重的东西，在研究方面，其实它的意义更大。你们知道，在南海1号上面打捞出的目前的一些证据，证明当时在船上的船员们，他们吃的最多的种类的肉是什么肉？有人说鱼，一边航海一边捞呗，走到哪儿吃到哪儿。正常航行中肯定会有，可能会有，但绝对不会是主要的。基本上还是靠携带的这个食物。我们目前发现的主要是猪和羊，这个还有一些禽类，其中呢最多的出土的是羊，这个就是一个那个羊头啊，这是本身在宋代就是以食羊为上的。另外一个可能跟航海有关，你携带任何一个食物都是有限的，你把它杀了就没了，但是你需要2次生产。你比如我们可以去挤羊奶获得奶酪，像蒙古军这个西征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传统实际上到欧洲大航海的时候也会这样做。所以这条船上我们现在发现的最多的是羊，也不意外。中间这个是什么？腌制的咸鸭蛋啊，腌制的物品。左边这个是腌的植物，就是果核。您确定这是咸鸭蛋吗？应该是。它搞不好是普通鸭蛋在海里泡的时间久。没有，这显然是腌制，是吧？因为正常出海，从我们国家到东南亚，在当时的话，无论说是从广州、泉州出海，大概是需要45到60天，就是你要带很多吃的。如果你正常的食物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很快就会腐烂。那解决的办法，一个是活，就是我们带着活物上去；另外一个就是用高糖或者是高盐来腌制，这样呢可以防止腐烂。这个其实现在也是这样做。啊，你这海底下泡了800年，居然蛋壳什么都看得这么清晰啊？对，因为它这条船是整体打捞上来的，所以就是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研究的线索。所以今天一艘南海1号。一群水下考古专家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超出我们平时看到的小说和影视作品，要更为真实的这种考古的故事。我们接下来把讲台留给孙老师，有请您为我们开讲。谢谢。大家好，特别荣幸能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今天主要跟大家要讲的一件事儿呢，是一条船的故事，就是南海1号。这条船也许可能比较有名吧，因为现在的媒体也比较发达。从我们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会认为呢，这条船它包含的这种船货，以及当时船上人的生活用品，以及当时船上的人，这个能够为我们研究800年前的宋代社会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实证的标本。到今年的上半年，我们船内的货物已经清完了，因为我们当时制定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一，尽可能的不拆船。800年前的船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把这个货物清完之后，我们已经非常明确的知道这条船是属于浮船，就是中国古代的3大船型之一。这种浮船有一什么特征呢？它的剖面呈 V 字，就是形身比较大。就是所谓叫做上平如横，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就是它上面是平的，但是底下是尖底，可以破浪。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短肥，又短又胖。俗话说，就长宽比比较大。它开起来的速度会慢一些，但是它稳。
另外它肚子很大，装的货物很多。在建造上呢，它使用的是什么呢？龙骨，然后呢，多重板结构，就是说在它的外板有3重板。这条船随着我们的发掘呢，都开始逐步的展现出来了。这条船现在的残长是22.15米，宽是9.85米，现存的是14个舷舱，应该是有15个舱。这种船在我们今天看不算什么，但是放到800年前，放到达伽马航海之前，哥伦布之前，这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了。人类的发展历史上，交通工具往往能够代表当时某一个阶段人类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比如说马车，这个轮子的出现，到我们今天航空母舰，这个波音747以及这个航天飞机，它都能够使用了代表当时人类文明所能达到的一个高度。船也是这样，我们不希望把这条船拆掉，我们希望得到一个完整的船。另外一点，我们回头说到这条船发现的过程非常有意思。这条船不是我们中国人发现的，这条船是英国人。大家都知道，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进步，水下呼吸器包括潜艇的普遍使用，在水下的活动能力越来越强。这样呢，水下考古也应运而生。在另一方面呢，就催生了一个行业，水下寻宝的人，就是很多人通过去寻找古代的这种沉船以及船上的货物去获利打捞出来。其中一个英国人叫罗伊·马丁，他去检索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他就找到了一条叫莱茵堡号的沉船，沉没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台山阳江这个海域。87年的时候呢，马丁就到中国跟广州打捞局提出呢，要找到这条沉船。他用了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用抓斗去抓这个海底，每一个抓斗呢都能抓出1、2吨来。当时从海底呢抓出了很多文物，其中呢包含了有德化窑的这种白釉器物，以及呢最有名的这个一条金腰带，就是底下这个明显的这条船跟他要找的莱茵堡是不一样的。莱茵堡是一条18世纪的沉船，装载了300多吨的锡锭以及呢白银到中国来交易的。而这条船呢，显然装了大量的中国瓷器，它的年代在当时的判断是属于宋元时期，所以这个工作就被制止了。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既是不幸，也是一种幸运，就是说我们知道这条沉船了，随之而来，我们国家就开始重视这件事儿，就在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呢开始筹划这件事情。这里边就会涉及到另外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考古学家，一个前辈，于伟超，于先生。今年我们都把于先生认为呢是中国的水下考古学之父。在87年的时候，就向国家文物局报我们要做这件事儿，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考古部成立了一个水下考古研究室。但是当时呢，确实是没有经验，选择的时机并不是很好。出航的时间呢是在11月到12月。海面上是这样，我们国家夏季呢5月到10月会有很多台风，但是10月以后开始盛行东北季风，就是海面上的风浪会非常大。虽然于先生当时年纪也很大，亲自出海，那次工作并没有把南海1号完整的找出来，只是说采集到了几个木片和瓷片，基本上说我们明白说这条船还是有的。确实当时也受我们国家的这种经济条件呀和这种科技水平能力的一个限制，这个工作就暂停了。真正的重启的工作是到2001年。2001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水下考古工作了。比如说呢，是辽宁的绥中，我们发掘过元代的沉船，以及呢福建的白礁，我们也包括西沙，我们都做过工作，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了。但是间隔太久了，在海里边想找一条船，这是非常难的。它没有参照物，不像我们今天去哪儿有个门牌号码就去了。大概在01年的4月份开始做工作，近1个月的时间在海上，每天下水，每天去找，最后还是没有发现。当时很多人都已经丧失信心了。其中有一次，当时我们是在船上休息，就是已经工作结束了，回航了。结果船就起锚，发现锚上挂了很多渔网，渔网上挂了很多瓷片。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找的这个沉船遗址离我们在调查的地儿非常近，只不过我们没有找到罢了。这个大家就重燃信心。当时呢，我们开始使用了 GPS， 也是不光是中国的进步了，整个世界科技的进步，特别是差分 GPS 的使用，我们可以做到把精度控制到10公分左右，这样呢为我们找而就精确定位提供基础。最终我们来01年的5月份，我们才来找到这条沉船。
在这之后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挖这条船？因为它是在水下24到28米，可能大家体会不到这个深度的感觉。正常的海水每10米增加一个大气压力，如果我们用空气潜水，停留时间大概是25到35分钟之间。如果我们用34%的氧气高氧去潜水，大概停留时间是40分钟左右。就是你在水下工作时间是极有限的。我们已经知道这条沉船是一个满载的货物的沉船了，而且中国船跟外国船的结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欧洲船，它是用橡木或者是柚木比较好的坚硬的木材去做，而我们中国船用什么呢？杉木和松木，它的木质相对要疏松。如果我们在水下发掘去拆它的话，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将来我们发掘回来，我们很难得到一个真正尺寸的、可信的一条沉船，而且满载货物这个木材能不能够经受这个重量？然后货物本身之间的相对的码放的关系，因为这都是我们研究的内容，所以这个呢是很难做到的。经过多次的争论、反复的争论，最终呢还是采取了一个整体打捞的方式。这个整个的酝酿过程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最后的工作实施是在2007年才开始实施，大概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来把它打捞起来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打捞的一个思路，做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沉箱，这个沉箱大概有不到40米长，宽是15米，深度是8米。这个确实非常非常难，这个工程。但是这个工程我觉着啊，是我们国家科技能力和海洋施工的进步所带来的。其中它最大的2个难度，一个是精确定位，我们怎么把这么大的一个沉箱精确地放到30米的水下去，而不把原来的沉船破坏掉。再有一个，这个沉箱底下是没有封口的，我们怎么把它封起来，要不然它漏了。这个确实，当时呢，广州打捞局做了非常详细和认真的方案。大家看一下这个中间在1/3处其实是有一排孔的，那排孔就是下到海底，在摸黑的情况下，穿了30多根钢梁把底下封起来，整个把它拿上来的。所以所有不光是沉船内的文物，包括沉船周边散落的像毛石啊这种，都被一起打包上来了，为我们今天的这种考古发掘奠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基础。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凑巧，就是说中国当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的这种科技进步水平确实是在提高。比如说当时正好造了一条滑天龙，在海上可以把4000吨的东西直接提起来，这个起重机，这个起重量在当时是最大的，正好用到我们这个地儿来了，结果用它来起重。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从这条船内清出的货物174000件，如果加上早期的是18万多件，就18万2000件。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在我们所做过的其他沉船里边，像绥中的沉船，那是元代的，大概是600多件；韩国的新安沉船是2万件；华光礁沉船在西沙的是12000多件；皖礁是15000件，都加起来都没有这条船的装货量多。但这条船的装货远远比我们想的要多得多，而且复杂得多。这条船上最大宗的货物应该是什么呢？是瓷器和铁器，当然肯定还有丝织品，但是丝织品保存不下来了。丝织品在海里边800年的浸泡已经跟泥混合在一起了，我们只是检测到泥的样品里还有丝蛋白，就说明这个地儿曾经是有丝绸装在这儿了，但是它已经不存，就是已经烂掉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呢就是铁器，这个数到现在为止已经接近130吨了。就是在宋代铁的出口非常大，这个数量也是外贸的一个品种。这种原因是什么呢？宋代开始使用了化石燃料，我们开始使用了煤作为燃料，这样呢就为大量的这个冶铁创造了一个条件。就是中国当时在各个方面，在宋代的文明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了。除此之外，这条船上还出了很多货币类的文物，比如说金叶子、银锭，还有铜钱。金叶子最主要的是作为大宗贸易的储备金来使用的。银锭我们出了7000两，就是接近200枚的银锭。这种贵金属的交易在海外贸易当中的出现，展示了一个宋代是一个非常高度发达的一个商品社会，就是贵金属加入到海外贸易。因为我们国家实际上正常来说，我们到明晚期之前不会去拿金银做交易的。像电视剧那样说，好，我们拿2两银子买个东西，这个没有可能，因为银这种货币是称重货币，你使用是非常不方便的，你要去切割的，它不是计量货币。
正常使用的就是铜钱。南海1号里边也出了最多的也是铜钱，也到现在为止我们也出了2万多枚铜钱了，下边还有一些，而且都是包装在内的，很显然是作为货物带出去的，这是贸易的货物。还有一类呢，就是船上的生活用品，就是毕竟上百人要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度过几十天，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小型社会，一个聚落。当时的船上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吃什么，用什么？现在我们看这些食物，它一定是经过提前准备的，就是说我制备好了的。所以当时在文献上也提到过，叫“终积1年粮，换使酿酒”，就是在船上每次出航的时候要带上恨不得1年的粮食，在船上养猪，这个酿酒，这样呢要保持这个海上的一个，毕竟很艰苦嘛。当然生活活下来是第一位，第二呢，尽可能的舒适一些。就像哥德马尔森号，那个是有明确档案记载的，他上船的时候居然带了20头猪、4头牛，就带了大量的这种东西储备去，一定要用的。我们看南海1号，其实也能够看到这一点。另外一点，我们还有一类呢，就是个人携带的物品，出了差不多有近200件的金器，其中最大的一组是出在一个盒里边。当时那个盒发现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这是不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那个盒子？那里边发现了有70多件金器，有3条项链，20个耳环，包括戒指，像这个就是那里边出的。这些呢，很显然它有一些异域的风格，它不一定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一些货物，有可能是搭载这条船上的客人自己所使用的，特别是一些配饰，它往往这种配饰呢是在特定的场合挂在衣服上所使用的，所以它在盒子里出现。这条船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海上丝绸之路一个实证的材料。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不同文明之间的这种交流的重要性。我们经常说我们黄土文明，实际上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我们是存在着海洋文明、蓝色文明的。早在汉代的时候，广东的番禺啊，就包括这个南越王墓，就有很多舶来品。特别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开始跟国外的交往和频率越来越多。宋代确实我们是达到了一个顶峰的状态，在这个里边就产生了什么问题呢？大量的这种我们对国外造成影响，输出交流，我们把中国的货物开始向外自己主动的有意识去卖，包括我们为特定的市场生产一些器物。然后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德化窑那种大盘，我们中国人家里不会拿它这样的来吃饭的，一定是某种特定的，就是装水果啊或者是围坐那种饮食习惯才会使用的，去为特定的市场去销售。同时呢，也受到了外国的这种，包括物质的、文化上的这种相互之间的一个影响。所以在这条船上，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明显。比如说这条船上我们发现的胡椒，胡椒这个东西蛮有意思的。它最早我们现在可以认为一般是说西晋前后传入到中国，但是在唐代，胡椒是非常非常贵的东西。大历年间有一个宰相姓袁，被查抄了以后，在他们家里边发现了什么呢？800壶胡椒，大概要折合今天算是60多吨。他就把这个当为非常贵重的物品，这个收藏起来。这个东西在唐代是非常贵重的奢侈品，但是到了宋代，那说明当时的船上的人，或者说有一点钱的人，已经可以使用了。就是这种物种，这种交换已经开始对中国的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我们国家3面环山1面环海，如果没有丝绸之路，如果没有跟不同地区的这种交往，我们很难想象我们会有一个这么丰富多彩的一个中华文明。文明之间没有什么高下和优劣之分，只有交流，这种共同进步才是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是自我封闭的话，我们很难单独的前行。南海1号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它贯穿了我们考古工作所有的流程，从发现、调查，然后到整体打捞、全面发掘、文物保护，以及博物馆展示、跟社会公众分享，这个所有的阶段它都经历了。它贯穿了我们国家水下考古发展的历史。这条船本身来说，也是中国水下考古向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这种转变的一个见证。而且当时这个南海1号这条船的名字的命名，也是于伟超先生当时定的。这个命名跟我们考古学规范的命名稍微有一点不同，我们通常会用一个最小的地址去命名。
但是海上往往是一个很大的面积，我们没有村庄，没有这个港啊这种小地名，所以呢，我们用南海，而且用了一个1号。我觉得这里边包含了于先生当年对我们国家水下考古、水下遗产保护的这种期望和期许，所以用了一个一个序列号，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所以我觉得这个命名定得非常有意思。我想就是说，我们今天做这个考古工作也罢，或者说水下文化遗产这种保护工作也罢，包括陆地的，更多的是去让我们大家了解我们的前人的社会，以及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以及不同之间的这种交流。所以今天我们会说“一带一路”会有这种地球村的概念，其实也是全人类共同进步所需要的一种这个行为。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谢谢孙老师。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请坐。云南白药气血康植物补益，改善神经乏力。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邀请您继续关注开讲了。觉得听真正的专家讲考古，跟你们平时看那些小说也好，影视作品也好，是不是不一样？是吧？你听着听着，你就会感受到这背后所有的一切研究的成果和价值，它关乎的是什么？关乎的是我们从哪儿来，未来往哪儿去。而文物和文物之间，更重要的是它之间的关系，或许更有价值。它背后所包含的信息，文明的交流其实更有价值。您在开讲的过程当中，您的开讲也通过央视网图文直播，很多的网友给您提出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全民小纸条互动。老师您好，考古的文物会不会有挖完的一天？他的意思给他留点。这个问题应该从2方面来说。第一呢，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但是相对来说哈，无论说是就田野还是水下，其实我们真的工作的主要内容不是去挖，我们最主要内容是叫做摸清家底，特别针对水下，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什么？是调查。如果不是碰到迫不得已的情况，我们尽量不会挖，甚至我们会有意识地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包括陆地。比如说现在我们有很多大的墓葬，包括我们并没有开挖的，对，是要传之后人以后。因为现在的条件或者不许可，或者说没有这个必要，因为特别是历史时期的考古，很多材料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没有必要去动它们，这也是一个原则。所以真正的考古工作，我们不会说见了就挖，见了就挖，所以也不存在说以后什么都挖没了的状况。接下来现场的观众问题，就是在深海遇到危险如何自救？您经历过的情况最艰难的一次深海考古是什么？大家可能对深海这个理解有误区，潜水来说基本都属于浅海，空气潜水的极限深度就是45米。深海当然我们也做过，比如说像法国人做的最深，他们可以做2、3千米用。那得用深潜器了。我们用深海勇士在北郊下了差不多600米到1000米。他可能想问的是说潜水在我们空气潜水就在我们刚才看的那些工作环境里，这个最危险的其实真的不是来自于鲨鱼啊什么的海洋生物，最多的来自于缠绕。因为海底有很多渔网，就是你不知道，尤其是没有能见度的情况下，就是你如果钻到渔网里，因为你身上带的是气瓶，很多装具，你就像被粘住的鱼，你跑不掉了。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旦氧气耗尽，所以我们每次做工作的时候，前期啊要做准备工作。另外一个呢，就是有时候因为紧张或者是新手或者是某种原因，有时候你会把气耗尽，你自己并没有发现，从30米直接上升到水面。那就会出现肺撕裂、肺压伤这种情况，这个是比较危险的，这个也是有的。但是我想，只要我们应急做得好的话，这是可以避免的。我觉得特别值得自豪的就是说，我们从80年代开始做水下考古工作，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出现过一起大的安全责任事故。考古是一门科学，考古学家他带有探险的性质，但是他不是冒险。对，不是盲目的冒险。接下来，我把时间留给我们现场6位青年代表。孙老师好，小撒老师好。您在水下考古，我在水下考试，因为我是一名潜水教练。因为我们自己在海中的时候，会看到像什么鲸啊、鲨呀，会特别的兴奋，然后兴奋的时候就手势啊、嗷嗷叫啊，各种各样的表现都出来了。我特别好奇，像您考古，您跟同伴会怎么样交流呢？手势是最基本的嘛，
包括水下书写板可以表达更复杂的一些意思，包括技术的进步，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用 KMB， 就是管控是有电话线的，可以沟通跟水面。另外呢，也可以用这个3方通话系统，用面罩里边这个带这个3方通话，可以在互相之间沟通。小撒老师应该没有潜过水吧？我小时候在浴缸里、洗脸盆里，经常憋气，自己练。那我想考一个手势。你考吧，考我个手势。常用的，比方说像有问题是这样子啊，对，然后上去下来。我考一个就是不太常用的，但是比较通俗的。这个手势您猜是什么意思？这个手势，一定是缠住了，要么就是我脚麻了。你回答到一个点子上了，这个其实是代表的脚的一个形状，但是它是表达了一个意思，这什么意思？你啊？这我要上厕所？对，就是这个意思。真的吗？是的。被我猜了。不说不知道，知道以后觉得好传神哦。所以这里边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方式。因为其实我跟船也有过一些交道，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图兰本的自由号沉船，我是夜潜，因为晚上嘛，我们都打着灯，我就老感觉这边有东西，我把灯往这边一打，那个鱼的头比我还大，巨型石斑，你知道瞬间我就整个人都不好了，就原地爆炸了，我都。然后我到现在我都偶尔会梦到它。那石斑鱼可能也吓一跳。他可能也没见过像你这样，他也经常会梦到你。哎，我就特别想问孙老师，因为像您碰到的这种场景，肯定比我会多很多。这个我实话说，还真没有，性质不一样。我们不是为了好奇和探险，我们的任务就是针对着古代的遗迹来做考古工作，包括我刚才说夜潜。夜潜也是训练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不太主张去做夜潜，能在白天把工作做好。因为夜潜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利用鱼的趋光性，来看这个观赏鱼。啊，对。我们夜潜最主要的目的是解决一个能见度比较差的时候。夜潜其实最危险的环境是出现在回到水面跟船之间的相互之间的联系，在水下反正都是看不见的，所以这个工作的目的和性质，不太一样。但刚才就着他这个问题，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多观众刚才小纸条问的，就是您的水下考古会和海底环境生态的保护会有冲突吗？比如说，如果沉船已经形成了它自己的一个小的生态系统，有一些鱼也好，或者周围的海生物也好，是利用这个系统在生存，你如果把它打捞上来，实际上有一部分海生物失去了它一个熟悉的家园。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特别好。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沉船都打捞，因为盗捞很厉害。我们只是把船内的货物拿走，我们做了一个框架，把这个沉船保留在水下，给这个栖底的海洋生物提供一个环境。因为很多鱼，像你刚才说石斑鱼，它为什么在沉船？它都是很多是在利用礁盘依托在这个珊瑚礁，在这个里边共生，这样来生存的。所以我们会尽量去减少，哪怕是做了考古工作调查遗迹的，我们也会适当的做一些处理，来尽可能的保持海洋的一个这种生态。这个也是，在国际上教科文这种水下遗产保护公约里边，其中有一条就是说跟自然关系的一个和谐。谢谢孙老师，谢谢小撒老师。孙老师好，小撒老师好，我是一名大3的本科生，专业水生工程，主要就是通过声呐来进行对水下目标的定位和探测，可以说是水下的一个雷达。在您进行水下调查的时候，是否也会用到声呐呢？大概我们是在国内比较早的开始使用旁侧声呐以及浅层剖面做这个水下沉船寻找工作的。无线电电波是在水里边不能穿透的断波，所以只能用声音，就是利用声音打到凸起或者凹出的物体上，通过这个时间差来判断海底的情况。科技手段的应用对于水下考古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像声呐呀、声学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大量装备了，但是怎么把它用得好，是要今后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们也开始招揽有没有可能学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来做，因为我们以前都是自己摸索着，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你有兴趣，真的是希望你来。谢谢老师。
科技对水下考古会带来更大的可能性，但是在深海领域，它能彻底的就是代替人的工作吗？现在已经代替人了。深海人靠这个潜水装具超过这个200米，你是不可能的了，这个压力已经不允许了，这个一定是靠设备。也许10年后、20年后，新的技术的出现会让您目前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又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发生变化了，包括人工智能的介入。没错，你像一些无人的设备在水下的探测什么的。现在我们已经在做了，就是像这种AUV， 以前是 ROV 水下这个无人机器人，现在自主式的 AUV， 这个我们已经跟深海所在合作来做了，特别是大深度的。那这一点上，以前有一个水下考古家，法国人讲，当考古学家穿上潜水服的时候，水下考古诞生了。但是反过来说，另外一句话，现在很多做水下考古的未必一定要亲自去，就是科技的力量会改变一切。谢谢孙老师，谢谢小撒老师。当考古学家穿上潜水服的时候，水下考古诞生了；当考古学家可以脱下潜水服的时候，水下考古也许就进步了。下一位，孙老师好，小撒老师好。我是一名来自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的学生。船舶工程学，哈工大。我有这么一个想法，这一艘船的本身要比它船上所承载的其他的文物更具有研究价值呢。船体是最大的单体文物，但是我们现在所有见到的船，很多是根据文献的记载去推测的，真正的什么样，这个坦白的讲，确实不知道。包括我们文献上看到的船样，包括《清明上河图》。都有船的样子，但是那些人都是艺术家画的船，显然跟工程制图的是不一样的。我一直主张，对于船的研究，一定要从理工科的角度去认识。现在我们是在跟武汉的理工大学文史研究室做合作研究，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会找到这条船的，比如说它的重心、它的稳性、它的强度，包括它的航行阻力。通过现代的这种流体力学和船的结构力学，我们去认识一下我们前人对于这种理解的状态。他们不一定有理论基础，但是他们的经验是会决定他们选择用哪种方式。我听您这番话，我有点迷惑，您到底是考古学家还是船舶专家？我喜欢船舶，我以前是少年宫船舶组的，也喜欢做这些东西。补充一下，因为这问题蛮有意思的。如果说这条船可能说跟欧洲的船不一样，欧洲的船是什么呢？它的很多生活工作空间是在底下。比如面包房、作坊，它是在底舱。我们的船吃水要浅一些，就是我们底下全部是货舱，人的生活空间是在水线甲板之上的。这个，比如说，你看我们这条船，它是做了一个分割，最大化的利用空间，但是底下没有人的空间，就是全是放货物的。这个是我们通过近景摄影测量和激光扫描合成出来的一个3D 的。为什么我们现在花了很大的代价去做这种数据采集工作？我们希望这个工作一定是可逆的，就是说将来哪怕我们发掘完了是一条空船，我们可以借助科技手段，比如说投影或者是 VR， 理论上要把所有的器物还原到它原来的位置。这条船到底是怎么放东西的，什么地儿是什么样，哪些器物放在哪儿了，这个我们要把这个工作做好。还有一个问题，南海1号沉没的原因，这个问题从一开始，无数人都关心为什么沉了，是不是超载了？我个人认为，回答这种问题最好还是严谨一些。等我们把整个船，挖完了再说。最后会去算这个船的重心和它的稳性，最后我们来判断是有哪种可能。当然，我们不排除它触礁，也不排除恶劣天气或者说超重。所以我觉得这个到最后我们再来探讨这个问题。是。我也想借这个机会简单的科普一下，因为作为一个船舶人，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现代的船舶都是符合相关规范的。肯定能保证航行安全。但我有一个问题，既然碰到了船舶专家，我现在看现在的那个货运轮，那个集装箱恨不得堆得像山一样高。我总觉得它的重心有点偏高。它确实会摇摆，但是我根据平时所学的知识啊，它通过摇摆以后，它会有一个回复力矩，就像边上有人拽你一样。它有一个比较横倾，只要不超过一定的角度，它会回来的，它会这样会回来的，就是横摇周期它会有一个这样会回来。谢谢孙老师，谢谢小蔡老师。下一位，我是那个广州人，然后4年前也去过那个南海1号所在的那个博物馆里面。进去的时候，我们低头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保存在水里的文物，很多考古工作人员都在水里正在进行一个考古工作的一个发现。这种保存在水下工作的一个展示，有什么特殊的用意或者含义呢？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就是专门为
南海1号建的，当时呢是希望呢把这条沉船放到水晶宫的环境下，两边都是透明的亚克力玻璃，大家可以去看我们怎么工作，也已经考虑到了能够跟社会去跟公众去分享，因为考古工作实际上一点都不神秘的。挪到这个博物馆，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实际上是什么呢？尽量减少环境的改变、剧烈变化对文物本体造成的损失。因为如果在空气中，即使是广东，冬天的温度也只有10度，对，夏天甚至到40度。这种温度的剧烈的变化会对有机质、对船体造成巨大的损害。所以我们在发掘的时候，把发掘分成了2个面，一个是上表面，一个是下表面的船舱文物。同时呢，我们只在发掘的那个面保持一个相对干燥，在底下仍然是浸泡水里。同时呢，也不让这个木材快速的失水和脱水，因为它800年的浸泡让这个木材的细胞壁都破裂了。就是说，你刚拿到的时候是硬的，了都，接着就会软，就像细胞壁破裂以后泡囊了，泡囊了，就像面包一样，拿手印一个坑的。所以我们会尽量就是通过这个变化呢，减少外界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你看这个上表面永远都是湿漉漉的，就是我们每天会喷4到6次的水，保护的工作的任务和压力是非常大。谢谢沙老师。接下来下一位，小蔡老师好，孙老师好，我是福建艺术学院学的是文物修复专业。刚才听邵老师说，在南海1号，你们一共打捞出了18万件文物，在如此多的文物中，必然存在着大量的破损的碎片。对于这些碎片，你们是如何进行处理的呢？比较碎的这种文物大量存在，因为整体打捞包括这个沉没会有磁气发生碰撞，这个是碎的。但是我们怎么认识它是不同的，就是说从考古角度来说，哪怕它只有底儿或者是口沿，我们就可以做复原，我们可以通过它去研究当时社会的状况、生产力的水平、使用者情形，这个已经是足够的了，未必一定要特别完整、特别一定要好的。所以从考古阶段来说，我们不会去投入巨大的精力去做这种修旧如旧，就是叫博物馆修复。我们做的就是学术性的1万个碗，把它分成几个类型，每一个类型我有一个就是完整的，包括它的线形啊、线图啊，够研究用。所以我们叫考古修复，我们并不是做这个博物馆修复，是这样的。因为我这个专业是文物修复专业，然后您是水下考古的，我们这2个专业都是相当于比较枯燥的，填报这种志愿的人都是相当比较少的。当代的年轻的文博工作者又该如何保持对这份工作的热情？本节目由金鸿魔法冰箱赞助播出，金鸿冰箱给你健康。做一件事儿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我一下就预见到结尾。所有的成功，所有的结果都一定是前期努力的结果。你吃到10个馒头饱了，但不意味着说前9个没有用。所以我觉得书没有白读的，工作也没有白做的，只是说时间没有到而已。就慢慢做，持之以恒，总是能做下去，会有收获。我没有别的捷径跟诀窍。好，我明白了，谢谢孙老师。是因为这样的问题经常出现在我们开讲的讲台上，是什么让您坚持到现在？是什么让我坚持做主持人20年？那么每天你对即将到来的工作，你充满了好奇和期待。他今天要给我们讲什么？就是我觉得，当你对一份工作本身就充满好奇、喜欢和期待的时候，不需要别的东西来坚持。好奇心，这是第一的。大家都会关心，就是所谓的几个 W，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肯定会展望未来，向往以后。但是回顾过去，关心以前的社会，这也是人类的进步的一个动力和源泉。我在想，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结合：考古，人类对于自己过去的遥远的来路的探知，和今天最先进的对未来的展望的科技相互之间的结合。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一定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人类的好奇心。我在想，刚才您演讲中有一句话特别重要，就是文明是没有高下之分的，但文明的交流一定是历史发展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所以我在想，这样的交流从来没有停止过，相反，在未来也许会越来越多。所以今天的中国站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潮头，提出了我们的这种开放，提出我们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概念，我觉得是站在时代的前沿。不管今天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声音，什么样的做法，我想这都没有办法改变历史的脚步。感谢收看我们这期开讲，下一期开讲再见。谢谢孙老师，辛苦您，辛苦。